我还有太多心愿，太多梦没有实现，桌上还留着过去的照片。我一个人的失眠，一个人的空间，一个人的想念，两个人的画面。我和沈不渝相互折磨了近10年，他带着一个又一个情人招摇过市，我攥着他的大半身家不放手，我们都握着彼此的死穴，谁也不肯先示弱。但今天我准备跟他离婚，因为我快死了。我看着手中的诊断单，许久才拨通了沈不渝的电话。你在哪儿？关你什么事？我们是夫妻，却连过问彼此行踪的权利都被看作僭越。你回来一趟。我敲着桌面说，我们离婚。是。对面冷笑一声，挂断了电话。也是，这招我用过太多次，多数时候都只是想见他一面的托词罢了。他不信也对。我等了2天，他没回来。我看着那张标注着我生命终结的诊断书，不想再浪费一丝一毫的时间，拎起包走了出去。要想找到沈不渝，还有一种方法。我屡试不爽，梆梆梆，我微微用力敲响了面前的门。一个帅气的小伙出现在我眼前。方先生，他的眼睛里满是惊恐，像是我隔着门就能将他碎尸万段一样。我翻了个白眼跟他说，叫沈不渝回家，就说我要跟他离婚，千万转达到，在他的这些情人当中，我最看好你，等我们离婚，没准你就做沈家女婿了呢。帅气的小伙红了眼睛。方先生，我没想过的。我叹了口气打断他，你少恶心我。麻利转告他，如果他明天再不回家，我就撬开你这门进去砸你的屋子。你以为装个破门铃就能防住我吗？懒得跟他废话，我转身就走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我今夜就能看见沈不渝。他最疼爱萧楚生，我上门挑衅，他怎么能忍呢？夜幕刚刚降临，他就怒气冲冲地冲到了我面前。我是不是跟你说过，别再去找萧楚生？我慢悠悠地倒了杯白酒，看着他说，怎么，我就去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他气得狠了，又不能将我怎么样，只能说着我不爱听的话。我不知道你这样有什么意思。萧楚生已经够听话了，我们之间没感情了，你又不肯跟我离婚，还不让我养一个合心意的在身边，你是不是巴不得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孤单才好？砰的一声，我摔碎了手中的杯子。他说的对，我是孤单，所以这些年来才紧紧抓着他不放手，明知道我们之间早就没有感情了，还是不肯离婚。对啊，我在地狱，你怎么能上天堂呢？我歪着头看他，嘴里也不甘示弱地反驳着，心里却觉得累。这几年来，但凡见到沈不渝，我们都是针锋相对，有什么意思呢？我重新倒了一杯酒，坐在他对面，将离婚协议书放在他面前，签吧，就算我要下地狱，也不想在地狱再见到你了。生前就相看两厌了，死后也别讨我的嫌。沈不渝板着脸翻开离婚协议书看了起来，我透过杯壁看他，他还是生得好看。你又想干什么？他瞪起眼睛里提防着我。我冷笑一声，我只要这个房子，别的都给你，所有我们共同的资产我全部放弃，你看不见吗？许是以往我要的太多，现下突然这样，他觉得不对劲吧？这个房子是我们的婚房，虽然年限久了卖不得什么钱，但是我实在是不愿意让其他男人跟他一起住进来。我心眼坏，见不得他跟别人恩爱有加，而且虽不值什么钱，买了换块风水好的墓地也算是可以。生前的家换死后的学，我两手空空的来，两手空空的去，也落个轻松。沈不渝谨慎地将协议书翻看了一遍又一遍，最后才说，我会让我的律师重新你一份，房子归你，除此之外会再给你1000万，我们彻底两清。我挑挑眉，他倒是大方，用这1000万轻松就买下我们10年感情。你的律师，我的律师你都不相信，你的律师我就相信了。看吧，我已经不会好好跟沈不渝讲话了，哪怕是准备放他自由的瞬间，我也忍不住刺他2句。心里泄了气，我放缓了声音说，算了，我同意。他拿着协议书就往门外走，明天我的助理就会来送协议书，你最好立刻就签。他等这一天等了太久，我觉得他都要连夜将他的律师们叫起来开个会，讨论一下我是不是下了什么套给他。我耸耸肩说行，随便，越快越好。他还是狐疑地看着我，加大了条件，我希望你拿了钱以后离开 C 市，我们都应该有自己的生活，对吧？心里还是忍不住犯苦水，我利落地将他推出去，关在门外，眼不见为净。不渝的助理不愧是领高工资的，他将手中的协议书递给我时，还恭敬地叫我方总。我跟不渝闹不和，全公司上下都知道。萧楚生更是大张旗鼓地给他送爱心便当。不渝也有意思，为了恶心我，就真的将萧楚生安排进公司做我的助理。不过没多久他就回家去了。不渝开始跟我离婚，我没再去过公司，很少有人会叫我方总了。面前的姑娘是唯一一个。我翻开协议书，在最后一页上签字，方总可以再看一看的。不用了，没什么好看的了。我笑着将协议书递给他，转告你们沈总，1个月之后民政局，他可别迟到，别耽误我最后的时间。是。姑娘礼貌的告辞。我们一前一后出了门。不渝不想让我留在 C 市，我自己也不想留在这里。落叶归根，我想回家乡。一路畅通无阻的到达了目的地。我站在了昆城的土地上，想想我已有近5年没回来过了。我先去了一趟墓地，爸妈、爷爷奶奶，我来看你们了。不渝说的对，我实在孤单。我靠在墓碑前面坐了下来。我年幼时爸妈就出了车祸，大学毕业之后爷爷奶奶相继离世，我将他们葬得很近，我觉得这样方便祭拜。我在这附近也给自己买了一块，一是我实在是有些想你们，二是我觉得这块风水挺好的，哈哈。我没坐太久，初冬的天气已经开始冷了，有细碎的雪花飘下来，我觉得有些冻脚。行了，我先回去了，很快咱们就见面了，到时候再好好说话吧。我非要跟你们好好说说不渝这个混蛋这些年都干了什么。我絮絮叨叨地拍拍衣服，转身离开了墓地。正是放学的时间，我路过昆城中学，在那停了停，穿着校服的孩子们脸上都洋溢着笑容。上学的时光里，放假是最值得开心的事情，哪怕只是周末这样小的假期。我在门口站了很久，还是抬脚往学校里去。你干什么的？校门口的大爷拦住我，我着急地说，老师找家长。大哥，我实在有点着急。一会老师急了，可能是我眼角泛红，也可能是我演技精湛，看门大爷还是让我进去了。我长舒一口气，慢悠悠地在学校里晃。有学生拎着扫帚在打扫，调皮的男生攥起一个雪球塞到女生的怀里，被女生拎起扫把追着跑圈。我笑着看他们，好像一晃眼就能看见年少的我和年少的不渝。我晃晃头走进了教学楼，循着记忆找到了高3、5班。
还在1楼。教室里没人，我轻轻拉了拉门锁，咔嗒一声，门开了。我一步一步地走进教室，像是能透过陈旧的气息捕捉到旧时的记忆。我数着数，坐在那时我的位置上，将头埋在臂弯里。1、2、3，这是上学时候我的绝招，只要数到3，不鱼就会出现在眼前。我抬起头，面容清秀的少女就站在我的桌边，伸出手。阿修，我们回家吧。一天之中最耀眼的夕阳洒落在她身上，像是给她镀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光。1、2、3，我睁开眼，梦境在眼前破碎。我舒了口气，驱散了心中那点不该有的幻想，起身走了出去。临走之前，我最后一次回了回头，满是寂静中，抬起头的少年笑着搭上少女的手，说好。眨一下眼，就如泡沫般消散，都是回不去。我在青城待了1个月，清城的冬天来得更快。踏上 C 市的土地时，我甚至难得的觉得有点暖。你怎么这么久？不鱼的脸色不太好看，我懒洋洋的打了个哈欠，白了他一眼就往里走。怎么，你离婚还带着情郎？这边离了，你那边结呗。我看着萧楚生站在他身后畏手畏脚的样子就心烦，话语里都带刺。你好好讲话，萧楚生今天不舒服，我一会要带他去医院。我捂了捂手，心下更烦。哟行啊，那你先带他去检查，我又不急，我等等呗。沈不鱼上手来拉我，你快点，别找不痛快。我倔劲上来了，站在原地不动，你还强迫我？大庭广众的你不嫌丢人？萧楚生又在他身后开始掉眼泪，小声说着别吵架，别吵架。我胸口一阵恶心，不鱼，你但凡不这么糟践我，我都立刻跟你领了这证。现在要么你打晕我进去跟你烂，要么你就滚蛋。不鱼气的脸涨成了猪肝色，恶狠狠地瞪我一眼，拉着萧楚生走了。我胸口郁郁之气不散，我仔细想了想，就近买了一根棒球棍，掂了掂感觉趁手，立刻打车去了萧楚生的住处。我叫来了个开锁师傅，又叫来了物业。这房子户主是谁？物业恭敬地说，不鱼女士。我微笑着展示出了我的结婚证，这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，麻烦您替我开一下门。师傅利落地开了门，我打发走了他们，大步走了进去。不鱼还挺喜欢跟他合影的，虽然不笑，但是有很多。我们毕业之后，不鱼总是很忙，所以已经很少合影了。先是背对背睡，后来分房睡，再到后来我们分居，我才意识到我们已经感情破裂。因为不鱼开始带不同的男人回他的住处，我绕了一圈，轻飘飘地打碎了一个紫玉摆件，那是我奶奶生前喜欢的，我本来买来想送给她，谁料是世事无常，她没能熬过那年冬。我说怎么找不到，原来是被不鱼找来讨好她的情郎了。可我不再犹豫，将手中的棍棒抡得呼呼作响，很快就将屋内的摆放用品砸了个稀巴烂，许是用力过猛，啪嗒啪嗒，开始有液体滴落在地上。我仰起头将血液蹭掉，低下头就跟惊讶的萧楚生和愤怒的不鱼对上了目光。方修，我做事要吐，别叫我的名字。我听着想吐，将棒球棍点在不鱼胸口，我一字一句地说，明天我们民政局见。这口气我算是出了，这婚姻我一天也不想维持了。方修，我真的忍你很久。不鱼额头上青筋暴起，狠狠将我抵在墙角，我的鼻子又开始出血。我仰起头将他倒逼回去，你怎么了？不鱼手上劲道一松，我轻松站到1步之外。我上火，让你跟你的小情郎气的。我将棒球棍搭在肩上，对着他说，不鱼，我也忍你很久了，赶紧离婚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这辈子别见了，下辈子也别见了，太痛了，实在是太痛了。有了上一次的教训，沈不鱼第2天是一个人来，我们一句话都没说，立刻签字。随着印章扣下，我们终于拿到了那本离婚证。沈不鱼多一句话都不愿意跟我说，潇洒的转身，一次也没回头。我看了他的背影很久，突然想到很久以前的冬夜，他将暖乎乎的热水袋塞进我手里说，阿修你先走，我看着你走，那么温暖的手，那么炙热的眼睛，让我数个冬夜都并不寒冷。呼出一口哈气，我擦了擦眼泪，坐上了离开 C 市的车。不鱼，我们应该不会再见了。我住进了一家医院，开始不怎么用心的接受治疗。18床你怎么又偷偷拔针？正插着腰训我的是个实习小护士，年纪很轻，干起活来特别利索，训起人来也毫不留情。我缩着肩膀乖乖被他教训，你是不是不想治疗？我转了转眼珠，半真半假的说，我觉得这太凉了，真的，你能给我找个小的热水袋吗？小姑娘半信半疑的判断着我的话，还是气鼓鼓的拿来一个精巧的暖手宝，不准再偷偷拔针了。她弯下腰叮嘱我，不疼吗？我看着她的眼睛难得的有些鼻酸，很久没人问我疼不疼了，关心我的人早就不在这世上了。不疼不疼，辛苦小陈护士了，说不疼是假的。不过半月，手上已经被扎得没知觉了，我晚上疼得睡不着，只好晃着输液架四处溜达。护士站里面只有小陈护士一个人，正不住的擦着眼泪。我轻轻敲她的桌面，怎么了？嘘，她四处看看没人才问我，你怎么不睡觉？我指指输液架说，睡不着。我溜达溜达，她看看我的脸色，伸出手摸了摸我的额头，担忧的问，是不是疼啊？我本来想说不是，鬼使神差的，我点了点头。她对着我招招手，我推开了护士站的门，坐在她身边，吃了一大块甜腻腻的面包，跟她一起看了5集狗血虐恋电视剧，用了一大包纸巾，直到天蒙蒙亮，她才催着我回病房。我叮嘱她，等着我一起看啊，我记着这个剧情了，你可不准偷看。小陈笑着应我说好，快回去睡觉。在我跟小陈一起看了3次深夜电视剧之后，某个深夜，我接到了沈不鱼的电话，你在哪呢？我挑挑眉，关你什么事？做夫妻的时候都没资格问的事，怎么离婚了反倒来问？他明显被我噎住，干脆利落的挂断了我的电话。我的好心情瞬间消失，恨恨的把他也拉进了黑名单。小陈在旁边等我一起看电视，小声的问，是你家属吗？我摆摆手，我没有家属，我家里的人都死了。小陈指指手机说，那他呢？我看了一眼屏幕，想了想说，他就是个讨厌的人，很讨厌的人。不过一个电话没给我的生活造成什么波澜，我依旧白天睡觉治疗，晚上四处溜达，赶上小陈护士值班就跟他一起看电视剧。可是烦人精不会只是出现一下，1周之后我接到了一条陌生短信，你把我拉黑了。我撇撇嘴，将这个号码也拉黑了。沈不鱼这个人这些年赚了点钱，
前，不知道被谁惯得有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气势。我好不容易睡着一次，被他连环电话打醒了。哦，忘了，他以前也是大小姐，为我语气很差，眼睛都睁不开。你怎么不在家？沈不渝的声音透过话筒传过来。我有点不耐烦，但还是耐着性子问：找我有什么事？钱打到你哪个卡上？随便哪个都行。这么点破事你干嘛打电话来问？别挂。我将话筒拿近了一点说：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你怎么不在家？他又开始说车轱辘话，我却灵光一闪地问：你在我家呢？我奉劝你赶紧出来，这房子我可挂中介了，没准什么时候就有人去看房。你赶紧滚出来，别挡我财路。你要卖？他声音拔高了几度。你要把这个房子卖了？我压下心里那点不耐烦说：不卖留着下载。你少废话吧，赶紧滚出来。你在哪呢？他听上去有几分严肃地问：关你屁事啊！我失去耐心，立刻挂断拉黑删除一条龙，然后怎么也睡不着了，睁眼到天明，在心里怒骂沈不渝1000万遍，再生气还是要被小陈护士带着乖乖去治疗。在故乡难免碰到故人，阿修，我闻声望过去，是我高中时最好的朋友王林。旧时相见，总是要叙叙旧的。那天得了小陈护士的首肯，我难得的拥有了一小会儿出门的时间。我选了火锅，你过得好吗？王林小心翼翼地问。我笑着说：还可以，钱有不少，但命不长了。他夹菜的手一抖，正愣地看着我，我专注地将一块肉放进嘴里，才发现他大滴大滴地流着眼泪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我赶紧抽出2张纸给他擦眼泪。一时有点手忙脚乱。什么病？我摆摆手，治不了的病，没事儿，一时半会也不会死的。我看着窗外说：我想死在晴天里，冬天还是太冷了。你跟李木婉还是那么过。提到李木婉，他眼神暗淡了几分，小声说：我没劝他，不是人人都要想明白，人生在世，活着开心就行了，能拜托你个事吗？出了门我跺着脚问他：你说别跟别人说你遇见我的事，要是有空可以多来看看我。可能是冷风吹，他眼眶红了一圈。沈不渝不知道吗？我们离婚了。他不用知道。王林不再说话，我们都沉默地望着前方。上学的时候，我跟沈不渝是感情极好的小情侣，王林就是追着李木婉的跟屁虫。北风呼啸，纵使有过好时光，也是过眼云烟，转瞬不见。回到病房，因为不规范饮食被小陈护士抓住把柄大骂一顿。我乖乖听训，表示以后绝不再犯。他不退反进，拿了一个推刀要剪我的头发，我死死守住。我们争论2天，不过是出去吃了一顿饭，以后不去了不就行了吗？怎么还要剪头发呢？小陈护士跟我讲道理，你要开始化疗了，化疗就会掉头发，我们剪掉更好一点哦。我思索着问：不化疗是不是就行了？小陈护士大怒，我笑着安抚他：好了好了，我考虑考虑。他还要跟我再说什么？有娇小的身影走进来，直直走向我。你找谁啊？他也不理他，就只是冷着脸盯着我，像是想从我脸上看出什么阴谋诡计一样。找我的。小陈护士，快放过我的头发，出去上班吧。他皱着眉打量着女人，又看了看我，小声说：有事就叫我。我点点头，才将他送了出去。转过头看向沈不渝，我问他：不用跟萧楚生过元旦吗？情人节、圣诞、新年，萧楚生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叫走沈不渝。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厌恶各种节日，他们让我显得更加的孤单。后来习惯了，觉得一个人过也不错。他又要来讨人嫌，这又是你什么把戏？心口一滞，原来就算习惯了锋利的刀子，撕开伤口的时候还是会痛。我叹了口气说：是，这就是我新的手段。你可不要上当受骗，赶快走吧，你跟我一起走。他做事就要来拉我，我猝不及防被他拉着走了几步。你放开我！我加重了语气甩开了他的手。我们现在毫无瓜葛，懂吗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他松开我的手，往后退了2步。你休想用生病这种借口在我这拿走更多的钱。你也知道我们已经离婚了。我小口的换着气，只觉得心脏里的血液都开始不流通，阵阵麻痹。我甚至不想跟他说一句话，只能将他往外面扯。滚，赶紧滚，带着你那2个钱去找你的小情人，从我眼前消失。最后一句话我几乎是嘶吼着出口。沈不渝咬着牙整整衣领，反手关上了门走了出去。小陈护士有些担忧地打开门：你还好吗？我惨白着脸问：说不好的话能不输液吗？不能。那我还好。沈不渝从那次之后就没出现在我眼前。我又过了1周安生日子，王林倒是总来看我，虽然我们都说不了几句话，生怕有哪一句就碰触到了彼此的痛处，但总体还算融洽。我总是希望他能给我偷运一些垃圾食品，但总是已被小陈护士发现，从而没收来收尾。我无语凝噎。农历新年一天比一天近，小陈护士偷偷跟我说天气越来越冷了。我笑：腊7腊8，冻死俩3。我哈着气数着时间，在外面放风也得准时回病房，不然又被小陈护士讲。转身的时候用力过猛，撞在一个人身上。我一阵头晕眼花，后退着道歉：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揉着额头绕过他我就往前走，却被反手拉住了。方修，沈不渝的脸又出现在我面前。要不是天气太冷懒得伸手，我真想扇他一耳光。干什么？我毫不畏缩地怒视着他。他看上去远没有上次精致，头发有些凌乱，面容很是憔悴。怎么，我们离婚才几天你就经营不善破产了？小情人把你甩了？我阴阳怪气地嘲讽他。很奇怪的是，他没有反驳我，反而就站在原地直直地看着我。我打了个寒战，白了他一眼，就往屋里走去。阿修，我一个机灵弹出去3米远。干什么？沈不渝已经很久没这么叫过我，这语气陌生的让人心慌。他的眼里闪过一丝尴尬。你生病了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满脑子问号。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皆是沉默，我们起码有夫妻的情分。我冷哼一声看着他说：别说夫妻情分，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跟你有情。咱们就按一开始说好的，我离开 C 市，你好好过你的日子，别来烦我。我甩头就走，沈不渝却没走，他只是跟着我。不知道是不是频繁见到沈不渝的原因，我夜里又睡不好。看看日历，今天也是小陈护士值班，索性晃着输液架走出去。刚打开门，就被左侧长椅上蜷缩的身影吓了一跳，绕过去借着月光才看清是沈不渝的脸。我不客气地把他踹醒：你在这干嘛？他迷迷糊糊醒过来，也没不高兴，只是打量着我问：你要去干什么？哪里不舒服吗？喉头一梗，我没好气地说：你消失在我眼前，我哪里都舒服。他用手摸了摸脸说：我不走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的，找我干什么？他不讲话，我不想再站着跟他掰扯，快走啊，不然我举报你占用公众资源。留下这么一句话，我兴冲冲地冲过去跟小陈护士看起了电视剧。等广告的途中，小陈护士凑近了我开口：那人今天站在你门口很久，只是看着也不进去。我估摸着是我下午睡觉的时候甩开他，我就以为他走了，谁知道他还回来了。别理他，过一阵子就走了，家中暖意再回来。
公司蒸蒸日上，我这只有冷言冷语。沈不渝那么为自己考虑的人不会待太久，他找我们调你的病历，我撇撇嘴没说话，我没给他，但是其他人可能会给。他说他是你妻子，我一下子就急了，这可是误会，这得澄清我们是前任夫妻，我都不知道他来找我是关心我，还是觊觎我分他的那点财产。小陈护士立刻警惕起来，防备地看着我身后，你干什么？我一转头差点被吓出心肌梗塞，你干什么？一直跟着我。沈不渝阴沉着脸说，不是为了钱。我长叹一声望向天花板，不是为了钱，还能为什么呢？我只能拉着他回病房，盘腿坐在床上跟他讲话，算你明，行了吧？到底需要我做什么？给你多少钱？你需要多少钱？沈不渝沉默着将我的手放进被子里，伸出手握住了输液管，对着我笑，睡一会吧。你别这样，我对着他摆手，这样吧，你直接把转让合同写好，我签字，然后你滚蛋，行吗？沈不渝咬着牙瞪我，方修，你这张嘴早晚把我气死。我冷哼一声，不好意思，那可能是要死在您前面了，天上下刀子。沈不渝流眼泪，我还没死呢，你这么快就猫哭耗子假慈悲上了。我伸出手在他眼前晃了晃，心更堵了。阿修，我后悔了，你别吓我好不好？沈不渝通红着眼睛伸出手来勾我的手指，这么多年他还是知道怎么哄我最心软。上学的时候但凡他惹我生气，只要坐在我面前低着头勾我的手指，放缓了声音说，阿修阿修阿修别生气了吗？阿修最好了，我最喜欢阿修了，别生气了好不好吗？滚蛋！我气得很了，猛地起身踹了他一脚。我最厌烦他装作18岁的样子来讨我欢心，每在我原谅他之后就带着那双18岁时的眼睛做伤害我的事。我更厌烦自己总是心软。沈不渝像是伤透心了似的站起来，我就在门外，你要是想我就叫我好不好？滚多1秒钟我都能流下眼泪，怎么不想他呢？但是再想也见不到18岁的沈不渝了，28岁的沈不渝，我想也不敢想。小陈护士要回家过年了，他贴心的叮嘱我好好吃药，好好输液，不准拔针，不准乱跑。我乖乖跟着他背诵，好好吃药，好好输液，不会拔针，不会乱跑。小陈护士很满意。我趴在台子上问他能多开点止痛药吗？晚上好痛好痛呢。小陈护士摇头，凑近了说，你要不就让那人进去，让他陪陪你，也是过年嘛。我努嘴说不，就是因为他在门口，想想就难受，心里痛，身上就更痛。年30这一天，沈不渝不在我的病房外守着了，我也不在乎，自己溜达了一圈就跑回房间看电视机去了。外面的鞭炮声噼啪作响，我站在窗户边上蹭了个喜气。阿修，新年快乐！沈不渝眨着眼看我，嘴角带着笑意，手中捧着蛋糕，夜色里只有蛋糕上的烛火闪耀在他的眼里。阿修，许个愿吧。他兴冲冲地将蛋糕往我面前推，我手扶着门没动，神色复杂地看着他。沈不渝，你真没意思。我忽地吹灭了那根蜡烛，说2年前的大年夜，我说一个人过年孤单，想让你陪陪我，你回来了，然后晚上11点的时候你说要走，说有什么大项目，合作伙伴的老总，不过新年你得去加班。什么加班？我都听到了。萧楚生说他好害怕，他想让你陪陪他。我双手交叉在胸前，靠在门框上说，你走的那天夜里，我一个人过年，觉得那年冬天太冷了，新年也没什么意思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就不再期待新年了。你忘了？我没忘，我早就不再期待新年了，我也不再有新年了。沈不渝的手在抖，像是想要找什么借口来掩盖。我懒得听，我知道他不是那时候生病了吗？你去陪陪他应该的。我最后悔的就是那时候没看明白，还想着你能回心转意，要是那时候幡然醒悟，没准现在就能许新年愿望。我想活到100岁，你能替我实现吗？我反手关上了门，不知道门有没有砸在他脸上，砸毁了容才好。王林来看我，小心地指着门外问，在外面的是沈不渝吗？我义正言辞地纠正他，不是，那是凡人精。王林无奈地笑，真的要剪吗？剪吧，小陈护士太忙了，别占用他时间，你替我吧，我还是有点舍不得的。王林沉默地动手替我告别了我的一头秀发。我看着镜子想，真是个病人了，晚期病人。我开始不太能四处溜达了，因为身上痛。我拜托小陈护士为我找了个护工，我说要手脚麻利的，干活爽快的，我有钱呢。小陈护士说话算话，第2天就给我找了个护工来，没等进门就被沈不渝拦下了。我来照顾你。他动作很轻，语气却很是强硬。我痛得不想讲话，还是挤出个字来说滚。我听太多遍了，免疫了呢。我心里更堵，怎么忘了？沈不渝就是我天生的冤家，总是跟我对着干。等到稍微缓了缓，我就摔了所有的东西让他滚。他半蹲在我面前说，阿修，我们回 C 市治疗好不好？我歪着脑袋问他，沈不渝，你到底明不明白什么叫晚期？我的治疗都是拖延生命，我不想治，而且我也不想回 C 市，那里有那么多我厌恶的记忆。怎么会呢？肯定会有好转的。我甩开他的手说，有好转有什么用？我的家人都在地下，我正好去跟他们团聚，你为什么总是拦着我合家团圆？阿修，我们也是一家人啊，你不记得了吗？沈不渝，明儿也拍个片子吧，我看是你该治病。我们离婚了，给你打个横幅出来挂头上，你才能记着是不是？我深吸一口气问，你是不是对这个生病的小子你就特别有好感啊？一开始你喜欢的小子是不是就是你那助理？他病了去医院挂点滴，你就跟人家好上了。后来乔宇也是3天2头跑医院，我恍然大悟，懂了，你就是喜欢病弱男。沈不渝苍白着脸摇头，你这个癖好挺奇怪的，真的，你趁早你看看去吧。对着他这张脸，我现在都开始恶心。我警告你，别再碍着我找护工，我明天就死我的钱也不留给你，我取出来从窗口扬出去也不给你。沈不渝红着眼睛拿出盆来放在我身下说，随便你。他拍着我的背流泪，我更恶心了，将晚上吃的东西吐了个干净。沈不渝没再拦着我的护工进门，只不过他有时候会帮我请来的护工大哥干活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全当是满足他这奇怪的癖好，只要不在我眼前晃都好。元宵节这天，大哥请假，我欣然应允，毕竟大哥的小孙子虎头虎脑，我喜欢得很。窗外还在放烟花，我靠着窗户看外面。阿修，窗边凉。我转过头看沈不渝，他一直没走，1个多月一直待在这儿，睡在外面的长椅上。小陈护士一开始还赶他，后来悄悄跟我说，他总在你睡着的时候去给你暖液体，
我不好意思赶他了。沈不渝，我们出去走走。元宵节是不一样的，年少的时候，新年里这一天，沈不渝会从家里偷偷跑出来，牵住我的手到学校后面的小吃街，拿他的压岁钱请我吃好吃的。沈不渝家族势大，他总是要从各种聚会中偷偷逃出来，穿着小裙子像个小公主一样的出现在我眼前。一年里面，我最期待这一天。我曾经问他，要是你家里不同意我们在一起怎么办？沈不渝笑得开怀，他轻轻拥住我说，阿修，那我们就私奔，像现在一样。后来确实，沈家希望她嫁给更门当户对的男人，不想她嫁给一个连亲人都没有的孤儿，她毅然拒绝。然后在某一个元宵节带着我从这个城市离开。我永远记得那年颠簸的火车上，我趴在他怀里，我没有家人了，不渝。他紧紧抱着我说，阿修，我们组成一个新的家，我做你的家人。那年他牵着我的那双温暖的手，激动到像要从喉咙蹦出来的心脏。我一直记得，誓言声声入耳。如今物是人非，我们为彼此做过的那样多，怎么也会走到今天这种地步呢？我想不明白，就不再去想。我想吃那个，我指着一根烤肠对不渝说，阿修。他面露难色，我撇撇嘴上前去，准备自己买。好了，给你买就是了，你站在这里等我，那里烟大，你别去了。我心满意足地咬了一口，久违地找到了年轻时候的感觉。随后又指挥着不渝给我买了糖葫芦、鱼丸、冰丸，自己拿不下，我就勉为其难地用不渝给我做人工指甲，这吃一口那咬一下。阿修，他突然开口，闭嘴。我瞟他一眼说，你要是讨我的嫌，你就滚回去。阿修，少吃一点吧。他声音有点哽咽，我抬眼望过去，只能看到他微红的眼眶。哭什么啊？你是不是守在这就是为了看我什么时候死啊？我叹了口气，甩开他一口气走出好远。阿修，阿修，是我说错话，我说错话。沈不渝快步追上来，小声问，再吃一点吗？不吃我刚刚不痛快，自然也不能让他高兴，这些都对身体不好。你是不是想我早死啊？沈不渝垂下眼来，见我要走，还是伸手扯我的衣角。阿修，想不想吃米线啊？后街的那一家，那是我们以前每年必去的一家店，我最爱他家的东西，可能是食物的诱惑，也有可能是身后冲过来一行年轻的学生，更有可能是不渝穿着裙子低下头的样子，跟某一年某一刻某一个瞬间重合。我点点头说好。米线店换了老板，以前的老板是个胖胖的大哥，现在换了一对年轻夫妻，看着更亲切，可我还是想要原来的大哥，食物味道也不一样了，创新了许多。我没吃几口，沈不渝也没怎么动筷子。结账的时候，小夫妻叫住我们说，能问一下，是食物味道不好吗？我看你们都没怎么吃。我摆摆手，不是，就是喜欢原来的，食物也是，人也是，变了就是变了，留不住的。我们并肩往回走，天上又开始放起烟花。我看着沈不渝的脸想，被爱的人还是拥有特权，许个愿吧，再放烟花呢。我站住脚，吸吸鼻子看着他，快点。沈不渝跌起脚来，贴近我的脸颊，他平视着我，认真的说，如果上天能听见，我希望能回到过去。我扯了扯嘴角对他说，上天听到了，并对你说了一句，说出来的愿望不灵哦，老天爷听不见的，因为我早就许了10000遍，没有反方向的钟，也没有过去。今天氛围太好，我还是开了口，乔宇的孩子不是我弄没的。沈不渝的嘴角向下落去，你让他来当我的助理，我确实生气，但不要脸的是你，孩子又没成型，我不至于对他下手，他的手段太恶劣，你居然真的信。我越说越气，没让他进屋，你真是太脏了。我又狠狠关上了门，希望门能将他拍死。很快我就不怎么能下床了。医生问我要不要手术，说这样有一定风险，但是成功的话可以多活几个月。原话不是这样讲的，我自动翻译了一下，我说不要。沈不渝说要，我嘲笑他，你说了不算，你现在都没有资格在我的病危通知单上签字。他又流眼泪，我不想看，我们早没关系了，他不能替我做决定，这世上早没人能替我做决定了。我一直没让不渝进门，他长期睡在门外的椅子上，小陈护士都来劝我要不让他进来住，我大惊失色，你可是我这边的人啊。小陈护士笑着说，是啊，可是你不是偷偷给他盖被子吗？谁先师承池，我先师承池，我还是不让他进来。我跟小陈护士说，这是我唯一一点坚持了，生命走到最后，要说有什么希望，就是想要更对得起自己一点，我不能原谅他，那让我觉得愧对自己。沈不渝进不来，就开始送花给我，我最喜欢白玫瑰，他日日订上一大束给我，我摆弄了半天，笑了一下，跟王林说，你来给我上坟的时候也带这个花吧，我不太喜欢菊花。王林半晌才说好。沈不渝第2天就换了红玫瑰，我想好吗？果然王林就是个小骗子，是敌军的奸细，但我也没说什么，红玫瑰也得我心意。我半夜的时候睡不太熟了，总能看见模糊的影子坐在床前，我寻思着，莫不是身子弱到这种地步，还是我逝去的家人来接我，直到那人握住我的手开口，阿修，我错了，是沈不渝啊。沈不渝的泪水跟他手的温度一般无二，那么冷漠的人却有着滚烫的体温。我闭上了眼，重新睡了过去，跟他说滚太累，不如我的睡眠重要。他日日来我床头，总在夜半时分说有的没的。阿修，你不要我了？不要了。阿修，你瘦了好多，病的。阿修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已经让其他人都走了，以后我会按时回家，每天都跟你说我爱你，就像以前一样。我鼻子一酸，睁开眼睛看他，沈不渝，你是不是知道我对你的纵容，所以才一直试探我啊？他沉默下来，阿修，我错了，你错在哪里呢？不过就是觉得厌烦，所以要去找新的人而已。不过就是觉得一直在身边的人突然不在了，有点不爽，然后发现他很快就要死了，所以愧疚。不是，我不是沈不渝，18岁跟28岁流眼泪的样子都一样，瘪着嘴角，眼泪啪嗒啪嗒的落下来。沈不渝，你早就不爱我了，别说这种自欺欺人的话。我勉力直起身子说，就算我现在立刻好起来，跟你回家，很快你也会厌倦这种生活，你就是喜欢找新鲜的感觉。如果我们生活在一起5年、10年，你又会忘了这一切，还是会有一个又一个年轻的小伙找上门来。我不会，他声音太小，我全当听不见。你又会重新带他们到我面前问我要不要离婚，他们说害怕你就会走，他们说难过你就会抛下我安慰，他们说自己生病了你就会自动把我带入恶人的角色，对我大加指责。阿修，我打断他，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，我从来就没想绑着你，就是害怕你看不清自己的心。你怎么能把愧疚当成爱呢？沈不渝捂住脸哭了起来，像是一只被抛弃的小猫。他抱住我的腰，眼泪浸湿了我的衣服，他一直在说我爱你，我爱你，阿修，我是爱你的。
阿修，骗子！我见过沈不渝爱我的样子，他怎么还是试图骗我？我抬起头想，我不会再为沈不渝流一滴眼泪，一滴也不会。我清醒的时间不太多了，每次睁开眼睛，床头就会摆放着一束蓝色风信子。我不再拒绝沈不渝出入我的病房，只是也不再看他。小陈护士来给我扎针的时候会偷偷抹泪，我心里愧疚，我想还是对不住年轻孩子，刚实习的孩子就要面对离别。我捏他的手，送你个礼物。什么？你不哭就告诉你。小姑娘别嘴，谁哭了？我可没有。我笑，这礼物要等我死了才能讲的。沈不渝会帮我擦身体，我也不挣扎，只是盯着他看。你有点变丑了。他慌张地放下手上的动作问我，那你觉得我哪里不好看了？我去修整一下。我摇头，别去了，再整也不能一夜回到18。我说我还是爱干净清爽的少女。沈不渝勉强笑笑，轻轻帮我盖上被子。沈不渝，你不再喜欢我，是因为我也不再是18岁吗？我实在好奇，但沈不渝没回答，他背对着我呜咽出声，后背抖得厉害，像是下一秒钟就要晕过去一样，哭了很久。晚上，他握着我的输液管摸我的脸颊说，阿修一直好帅，最帅了，骗子，那为什么爱别人？我不再理他，翻了个身睡着了。在第 N 次求小陈护士多给一点止痛药之后，天气终于短暂的暖了一回。在一场大雪之后，王林拎着水果进来看我，我问他能不能带我出去走走，外面天气很好的样子。他四处去望，沈不渝呢？我说去买花了。王林笑了笑，还是给我盖上了厚衣服，推着我出了门。路过护士站的时候，我看见了小陈护士，我笑着跟他摆手，他却低下头流了眼泪。我叫王林去给我拿另一件外套，自己在原地等他。电视剧还没看完呢，小陈护士红着眼睛说，我笑，300集已经陪你看了298集了，那还有2集呢。他在跟我说想要我回来，剩下2集你自己看吧，一定要看完哦。我在跟他说我要去新世界，我大概知道我这是俗称的回光返照。小陈护士还要说什么？我对着他摆手说，小陈护士一定要开心哦，那么善良的孩子要好好的过剩下的生活。王林推着我走下楼，我让他停在一块温暖的阳光地，初春的阳光暖。我懒洋洋地问王林，你告诉沈不渝我在这里的。王林顿了一下，弯下腰来问我要不要喝点水。我笑，没关系啦，没关系，李木婉要结婚了吧？他这次没沉默。你怎么想？他的视线移得很远，声音像是被风吹过来一般。我不知道。我点点头，没再说什么。阿言，我突然开口叫他的小名。王林身子狠狠一僵，红了眼圈。阿言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有什么心愿？王林扯扯嘴角，想了一下说，想做调酒师。那时候我们最爱喝酒，希望能调出最好喝的酒，让每一个喝到的人都开心。多简单的愿望啊！王林是被爸爸一个人拉着大的，相似的人总爱相互取暖。我们努力靠近彼此，寒夜的雪会被温暖的阳光融化。沈不渝就是我生命中最火热的那束光。阿修，阿修，阿修！我转过头，看见沈不渝抱着一束蓝玫瑰在窗口叫我的名字，他很是急切，半个身子都探出了窗外。我远远地看着他想，这样就好，只这一眼就好了，我们回去吧。王林动手要推我走，我伸出手挡住他，坏笑着说，阿言，这是对你偷偷告诉沈不渝的惩罚，就要你一个人送我走。王林的泪水涌了出来，我抬起手给他擦眼泪。阿言，你看，要说我最想看到的是什么，就是现在这个场景。我偷偷指着沈不渝说，他关心我，照顾我，担忧我，因为找不到我就急得满头大汗。从第一次遇到沈不渝开始，一直到今天，正好是我人生的一半。我向后靠着，想让自己舒服一点。一半啊，多漫长的岁月，好的坏的都是从他那里得来的，最真挚的情感，最恶毒的话语，最难以放下的感情。我闭了闭眼，声音哽咽地说，阿言，我们怎么就栽在一个女人身上呢？最开始的梦想，最简单的愿望，最容易的快乐，怎么就都忘了呢？阿言，我伸出手去拉他的手腕，小声地说，阿言，我也希望我们生活在童话世界，要是遇到挫折，就会有人来拯救我们，但是不能啊，阿言，不能啊！我的眼泪落下来，砸在掌心，激起一片水花。阿言，谁能拯救我们？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拯救自己啊！阿言，我希望你幸福，你本来就应该是最值得幸福的，我们本来应该得到幸福的。王林的唇颤抖着，泪珠止不住地砸在我的手上，他连声说着，阿修别走，阿修别走。我们都做惯了大人，已经很少说出这种话了。成长的路上最不该的就是说着孩童话，但是生死之间，一切都可以被原谅。我看着他流眼泪，却没有力气帮他拭去。阿言，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，无论什么，我希望你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，哪怕是依旧留在李木婉身边，守着一段没结果的爱情旅行。你要快乐，替我快乐。阿修，阿修醒醒，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沈不渝说啊？王林在我身边呜咽着说，我的意识开始恍惚，灵魂好像被抽空，我只能僵硬的摇头。说什么呢？相爱的时候说够了甜蜜的话语，不被爱的时候说够了挽留的话语，心死的时候又说了那样多冷酷的话语，我还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呢？我这一生能对他说的早都说过了，原来走到终点，我们无话可说。阿言，我还是勾起嘴角对他笑，是晴天呢，是我最喜欢的温暖的晴天，黄泉路上也不会冷了。阿修，有人声嘶力竭地跑向我，我抬眼去看，像是怀里抱着蓝玫瑰的沈不渝，他踉踉跄跄地向我跑过来，像是用尽了全部的力气。恍惚之间，我仿佛又看见了那年春季，有穿着白蓝校服的少女气喘吁吁地跑过来，手里捧着路边匆忙捡到的野花花束。她羞得红了脸，却还是直视着我说，阿修，能不能做我男朋友？我保证我一定会对你好的。我只是笑着接过花，对他说，好吧，那说好了，你可不准食言哦，沈不渝，你可不准食言呢。是你食言。那颗说好永不落下的泪，还是顺着眼窝滴落下来。春回大地，我长眠不醒。沈不渝番外，你不想见我是不是？墓碑不讲话，照片上的人只是笑，我却有点怀念他活生生的站在我面前骂我的样子，哪怕就只是拎着棍子把家里砸个稀巴烂也好。可惜不能，你多心狠啊，一句话也不留给我，最后一面也不让我见，只留下一块自己早就买好的墓地。小陈护士哭得可惨，她说她永远也不看那最后2集电视剧，她答应你要一起看的。孩子哭得凶，把眼睛都哭肿了。我摆弄着那一大束玫瑰花说，你给他的钱他都捐出去了，你的眼光一贯比较好。小陈护士是好孩子，她说她本来就是治病救人，这些钱要去更有意义更需要帮助的人手里，除了爱我，你都认准了人。王林跟李木婉分了手，李木婉婚也没结，就每天守在他买的那一小家店铺面前，王林也不见他。我想肯定是阿修跟王
王林说了什么，他也不会告诉我。阿修，你怎么一次也不到我梦里来？我还是伸手摸上他冰冷的照片。也是，你应该怪我，我给自己开了一瓶酒。阿修，我也怪自己，一开始只是新鲜，新鲜吗？怎么后来走着走着就回不去了呢？阿修，我从来不想跟你离婚，你肯定不信，但我不想跟你离婚。我以为你永远不会走，你一直在我身后，只要我回过头，你就在我身后的，怎么会走呢？是我贪心。阿修，我说什么你也不信，没关系，你不来见我，我就去见你。我都忘了，我的愿望是跟你有个家。阿修，你走之后，我真的没有别人了，你肯定觉得我可笑，我也觉得自己可笑，怎么走到今天才又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呢？你肯定以为是王林告诉我你在哪里的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是我在找你。阿修，是我在找你，我找了你很久，家里不在，公司不在，我好慌啊，我找不到你。后来我找到你了，你却躺在医院里，我宁愿你是骗我、骂我、打我，也不想你是真的病了。我抹掉泪水，你估计又要骂我猫哭耗子假慈悲。我想了想说，咱们的房子我又买回来了，那是拥有我们记忆的房子，怎么能卖给别人呢？那家学校后街的店我盘下来了，那是你最喜欢的，以后就由我来做了。你肯定要骂我，没事，我做梦都想被你骂。猛地想起包里还带着王林做的糕点，我赶紧拿出来摆好。王林一定要我把这个给你，我差点忘了，他说这是他做的第一份，讲好了要给你的，你尝尝，做的不好吃的话就去他梦里骂他。阿修，我好想你，也入我的梦好不好？我捂着眼睛想，你肯定不愿意，好吧，那就我来找你。后记，王林想了很久，还是将沈不渝的骨灰葬在了方修身边。天气凉，早点回去吧。李木婉站在他身边打着伞小声说，我以为沈不渝会自己好好下去的。李木婉眼眸暗了暗，记忆太重，他割舍不下，那为什么一开始要那样做呢？李木婉低下头，因为看不清。王林拢了拢衣服，转身走了出去。我送你回店里吧。王林指着在树下站着的人影说，不用了，我妻子在等我呢，你早点回去。天气凉，记忆太重，谁又能割舍得下呢？都看不清，那就活该错过。全文完。